肩带盖头、盖头贴、肩带贴、盖头小贴、磁扣、戒指、前片、后片。工具包里的五金、线、针，拿到手指套，套在手指上，开始缝制。从针里面拿2枚出来使用，其他放起来备用。拿到线，现在开始缝，1、2、3，第3个孔开始往下走，沿着这个一排孔，走到倒数第3个孔结束。装饰线不需要加任何材料，只需要缝这一张材料。先量线，量这个长度的8倍，我们先把1倍量出来，这是1倍，对折2倍，对折3倍、4倍，4倍的时候我们再对折量8倍，刚刚好就可以，不需要多量。剪刀断线，拿到其中一个线头穿针，找到针孔，拉出大概10到5厘米，10到15厘米，然后用针尖从这个线中间穿过去，把后面的线往回拉，短的这个线头也往回拉，把针固定在这个位置，把线捋顺，顺针。这是另外一头的线，把针穿过去之后，先拉长的，再拉短的线，同一根线，头尾穿针，开始起针。材料分正反面，所有的材料分正反面的时候都是看孔位，孔位圆润是正面，而且孔位圆润又大的是正面，背面的孔会锐利一些，边缘会锐利，而且比较小。从正面进针，第3个孔进去，进去之后去第4个孔穿回来，拉出针之后，2根针同时拿在手上，双拉线，那两边的线保持一样的长度。左手把这个第二个孔出来这根线拉住，拉住之后，我们右手拿针去进行缝合，往第2个孔穿，穿完之后不要拉线，直接回到第3个孔拉线，然后左手把第3个孔出来的线拉住，右手还是拿针去第3个孔，拿住这个针去第3个孔，这样子的。我们尽量不拉线，拉线只是为了让大家看一下这个走线的过程。背面尽量不拉线，全部在正面拉线，节省拉线的时间。穿过去之后不拉线，在正面再拉线，背面只拔针，拔针穿回再拉线。我们的线不能从边缘过，我们平时的话拉线不能这样子拉，这样拉的话这个边缘就会被拉动的线给划破，拉动的线很锋利。保持好摆线的方向，就是我们在手压线拉线的这个方向保持住。只要保持了这个方向，我们进针的时候位置就会保持住，缝出来的线会又直又顺又均匀。沿着这条线一直转，转到对面的1、2、3，倒数第3个孔停下来收线结束。缝到倒数第3个孔的时候，单针往前走，就是一根针往前，另外一根针保持不动，然后往回走。往回走之后，把它全部连上了，我们就再往回走一针，把缝过的孔再重复缝一次，这个孔就已经重复缝过一次了。缝过一次之后，我们把正面这根针往下一个孔穿，给它穿到背面去，背面的孔锐利小一些。这一张材料呢是双面油皮的，它正反都是一种材质，所以我们分正反的话就看孔，孔圆润的是正面，像这个孔锐利一点就是背面。有2种收线方式，一种是自己准备打火机，用打火机收线，普通的那种哈，不要使用防风打火机，就要这种普通打火机才好收。把线收紧，拉紧再去剪，剪的时候留3毫米，大概这么长，然后把它往外扩。先把打火机调小火焰，打着，再靠近融化，摁平，这个就可以了。另外一种收线方法是用到工具包当中的502速干胶，拿一张 A4 纸，没有 A4 纸，其他的纸也可以，尽量选大张一点的纸，把它的面积铺开，能让它洒出来的时候也不会弄到桌面或者弄到皮件上。先给它拧开盖子之后，拿到家里面平时用的这种竹的牙签，没有竹牙签可以用到我们的备用针，拿一根备用针出来用。牙签沾取胶水去点在线头上。正常的话，胶水和材料要保持30厘米左右的一个距离，我这边是让它同框都能看见。沾取胶水，点在这个孔出来的这个位置的线上面，不用点在孔里面去，就是点在那个线上，但是呢，它是贴着这个孔点。正常是2到3遍就可以了。
然后再把它剪断。剪断的时候，这个就不需要留，直接贴着剪，因为我们的剪刀其实是有一点厚度的，我们就算贴着剪，它会有一点点的。你看，它也在上面会有一点点，就不用管它，剪掉就可以了。它点完胶水它是硬的，它不会跑到反面去，所以不用担心啊，不用担心。我们只要在这个孔的出线的这个地方给它点上胶水，我们用手摸的时候能摸得到，它是硬的，它接住了这个线头跟旁边的缝线就会接住，所以它这边就闪不过来。胶水一定不能点多，你点多的话，它就会通过孔透到这边的线这边，然后它会粘住这个材料，所以一定是2遍到3遍就足够了，正常是1到3遍。牙签一定要放在这种纸张上，你看刚刚放的，它马上就把这个纸粘破了。瓶盖一定是拧紧的，用好的胶水一定是先拧紧再平放，因为袋口瓶口这一圈如果是倒下的，它就会接住，后期我们再拧开的话就会拧不开。如果出现接住的情况，我们要拧开的话，可以用老虎钳夹住这个位置转。还有一种办法，没有工具的情况下可以这样掰一下盖子，把它接住的地方给它掰松动了，然后再去拧。这种就是502胶水手线。这个的缝制就好了，达到包盖和包盖的小贴，它的这个位置。现在需要缝制的是这个小位置，贴的是上面缝，2张材料全部正面朝上。这个小贴是需要缝在包盖的外面。量线，量这个宽度的8倍，1、2，先把它2倍量出来，对折就4倍，对折6倍，对折8倍，刚刚好就可以。我们有预留出多的位置，正常穿针。拿到材料之后，确定2张材料全部是正面朝上的情况下，开始起针，从第一个孔，从正面开始往背面起，往下穿的时候也要找到对应的第一个孔，往下穿，穿过来之后拔针去第2个孔，拉线，把另外一根针拿在手上双拉线，左手拉住第2个孔出来的线，右手拉针去进行缝合，起针结束，然后我们就继续往前，这个针起好了之后继续往前缝，保持好摆线的规律。我们在同一条直线，摆线规律不可以动。现在这种转角的位置，摆线规律就可以动。我们摆线一直朝这边摆，现在就可以换位置了。转角相当于转折点，它可以换方向。在倒数第2、第3个孔的时候，单针往前，单针往前，另外一根针不动，往前没有孔了之后往回缝，现在就连上了，连上之后重叠，把前面缝过的孔再缝一次，重复缝，重叠1针已经完成。把正面的这根针下一个孔往背面穿，这位置就可以了，全部穿到内部。我们收线的话呢是可以一起来收的，不需要每一次都收，所以我们剪线的时候大概留10厘米左右长的线，就是我们手动能拉的这个长度就可以。剪好线之后，重新穿针，重新量线，缝对面的这个位置，完全一模一样的缝制方法。缝好了，把线放在这里，等会儿一起来收。现在全部缝制的是装饰线或者小配件，所以等会儿一起来收线。现在开始缝制后片的穿肩带的这个位置，这个位置2面都要是正面，这一面是包后片的正面，这一面是前片的正面，所以我们需要看前片的正面为准。先量线，量这个长度的3倍、2倍、3倍，正常的穿针。然后我们找到水翼的孔，正常是往中间一点找啊，因为肩带的话我们会在这个位置，它刚好把这个遮住，所以我们的起针位置在大概这个位置，随便哪个孔都行，只要是在略微中间的地方，靠边缘略微中间的地方就可以，随便找一个孔起针，下一个孔穿出，双拉线，拿到另外一根针，双拉线，让2边的线保持同样的长度。这一面是会在前片的外部，所以我们尽量缝的时候看这一面，正常往前走线。现在缝的都是装饰线，我们也叫缝甲线，它不搭其他的材料。沿着孔往前，沿着这个位置转一圈，回到起点的那个针收线，全部连接上，往回重叠缝1针。这个我们收线的时候，不要收在后片，收在前面。因为肩带这样子包住的时候是遮住的，不收在后片啊，我们尽量收在前片。现在可以一起来收线，把刚刚那2个线也收起来。我这边用打火机收线，打火机收线的
点就是它的上方，火焰的上方，不管距离有多远，尽量不要有材料，也不要有手。就是我们看到火焰调小了，它其实那个火焰的温度可以达到这个位置，在这个位置是能感受到温度的，所以材料不能在火焰的上方，它只能在侧面靠近它。拿到针扣的这个材料，上面有一个磁扣，还有一张这种小小的戒指，2个材料，它是需要分成几个步骤缝制。一个步骤是缝这条线，缝好之后，先缝戒指的装饰线，然后再把它穿进去套进来。缝完之后呢，再缝这4个孔位，分成3段线缝制。先缝第一段，先量线，量这个材料长度的6倍，1、2、3、4、5、6，然后多减大概5、6厘米左右。拿到材料，这个材料是分正反面的。这一面有磁扣的这一面是在内面，它是扣在包上的，所以它在里面。这一面是包的外部，在包的正前方。从正面的位置开始起针，往下穿，穿下去之后，从下一个孔给它穿上来，双拉线，让两边的线保持同样的长度，然后拉左手拉线，右手进针。这个已经定住了，已经固定好位置了。如果感觉有一点位置不对，我们可以再稍微的调整一下。这是缝1整圈，起点开始到起点结束。全部缝好了，已经连接上，连接上之后，拉紧线，重叠，往回重叠，缝1针，把2头的线都拉紧。这个位置长线和其他位置长线不一样，我们不藏在这边，也不藏在正面，我们藏在这条缝里面。拿到正面这根针，往下一个孔穿，穿的同时把这个材料扒开，让它从缝隙里面出针。正面的针藏好之后，藏背面，往下一个孔穿，打开材料，让它从缝隙穿出。在这儿，线是不在正面也不在背面的，在缝隙里剪线留3毫米左右。如果是胶水收线，在外面涂抹胶水，涂在线头上，然后拿另外一头没有沾胶水的牙签或者针给它扫进去，然后压平结束。如果是打火机收线，方法一样，先把它拿出来，打火机，先给它慢慢融化，用针的尾端给它扫进去。现在开始缝制戒指，戒指分成2个段落缝，先缝一条线分2个段落。我们量线的话是量现在这个戒指总长度的10倍。1、2，先把2倍量出来之后对折，6、8、10，10倍的线，从头尾任意一边开始起针，从正面往背面起，然后穿针过来，双拉针，让两边的线保持一样的长度。我们现在缝的是需要从这个点缝到对面这个位置，沿着这条线一直做过来到这个位置，到这个位置之后就需要把这张材料让戒指从这个孔里面穿过去，套在它的正面，因为后期我们有抽带要挂在这个上面的。继续，我们在拉线的时候，因为戒指是很薄的，里面没有加内衬，所以拉线我们需要用手捏平它去拉，这样子拉出来的线才又紧又平整，不会把戒指拉得皱起来。缝到起针的这一头，现在开始需要把它穿过去，这是正面，这是内部，内部朝上给它穿，穿完之后对折过来，让它重叠2针，需要重叠2针。我们拿到内部的这个第1个孔出来的这根针，往对面的第2个孔从正面往下穿。现在缝的位置是我们看到的，它是平的地方啊，不要缝在磁扣的这一面，不能缝磁扣这一面，它需要缝在外部。看针扣也看得出来，针扣它是这个弧形的，扣在这儿，这是背面。穿出去之后，从下面给它穿过来，把针穿到字节，
好拉线的这个地方，因为我们穿过来之后要从这边进，在对面的话会稍微有点不好竞争。这里有2针重叠的地方，我们要把它连上。连上之后，往前，往里面这一头的第一个孔去穿，穿过来的时候就在外面的第2个孔穿出来。穿出来之后，这个地方如果能穿到它，我们就直接穿；穿不到的话，我们就先过去，先从这个孔里面把针塞过去。我感觉塞过去更好穿一些，然后再把它掰过来去穿第一个孔。这个我们就连上了，4针连上之后呢，我们可以往前做一个加固针，倒回来，这一根针也做一个加固针，我们就往对面去，不往前了，因为再往前就在同一个孔了，所以我们就往对面，它这里是横的。现在2根线都在里面，然后在里面收线，胶水收线或打火机收线都是可以的。收在内部，收好线之后要转动它，先给它转，需要把这个口子转到里面去，藏起来。现在就需要转了，先转完再缝下一个步骤，然后往下摞，让它往下摞，因为这个地方还有4个孔需要缝，需要把这4个孔的空间给它摞出来。可以了。这4个孔的话，我们前面的线如果够长，就直接用这个针去直接缝；线不够长，就重新量线，量大概20厘米的线。我这个线是够长的，从这条缝隙里面找背面的位置进针，进到第一个孔，然后这个位置大概留5厘米、2、3厘米或者5厘米都可以啊，不过针就行。然后我们去第2个孔给它穿出来，回到第一个孔。我们前面拉线不能拉太用力，如果太用力的拉线，我们就需要把这个头儿给它扯住了再拉，然后继续，继续之后回去，再回到这个点结束。结束之后，把线往下一个孔穿，把这根线我们缝到对面去长线，就是我们这边长一根线，对面长一根线，把这个线藏在这边。藏在里面，胶水收线也可以，打火机收线也可以，收完之后都得往里放，不管是哪一种，收完之后都得往里放，需要小心一些啊，不要弄到手，也不要弄到材料了。现在开始缝制盖头，盖头缝制的过程当中需要用到的是盖头长贴、子扣小贴和厚片，一共是这4个材料。我们先量线，先量盖头整圈孔位长度的4倍，这里的孔是2排，所以这里是2个长度。先把1倍量出来，然后对折2倍，再对折3倍，再对折4倍，刚刚好4倍长的线。先把线捋顺，穿针之后先捋顺线，然后开始缝制。这2排孔缝制的对应位置的点，在后幅的这个位置是完全一样的，它要缝在前面的这个位置，就是我们的反面，这是后幅的外部，这是后幅的内部，但是它中间有一个位置是这样子的，翻过来。所以先缝制这3条边缘的孔位，从第一个孔开始起，从这个竖排的第一个孔开始起，竖排的第一个孔开始起针，从正面穿到底部，然后第2个孔再给它穿出来，2根针同时去拉这个线，然后拉到第1根出来的针往第2个孔穿。这个位置缝的是装饰线，不需要搭其他的材料。等缝这2条线的时候，需要搭的材料是这一张和厚片。缝好之后，再把这个扣上去，这个是不需要缝上去的，这是扣上去的。沿着这条线转过来，转到还是这一排，竖着这一排的孔，最后一个孔停下来，去加厚片。3条边缘的孔位缝制好了，现在缝制这2排。缝制的时候，这中间这条贴需要在下面靠边缘的这个位置有一个记号孔，会比旁边的孔大很多。如果
自己眼睛这样看看不出来记号孔在哪，我们就数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第8个孔为记号孔，右边往中间数也是一样，第8个孔为记号孔，两边都是一样的。确定好记号孔之后，就开始加后片，2张材料全部正面朝上的情况下去加，拿到正面出针的这根针，正面的孔出针的这根针，去缝对应的地方。我们现在是第2排孔，就是上面多一针的那个孔，孔位比较多的这一排，找到对应的位置给它穿上来。这样子的2张材料全部正面朝上，缝好之后是这样弯曲过来的，拿到底部的针，往前走，往前走，往下面这个孔少的那一排孔位去走针，我这边穿退出，它一定是要穿到对应的孔里，它要朝下走，再转过去。找不到孔，把材料打开，找到孔之后再穿。继续往前，要数着孔哦，从这个孔开始数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还没到，继续。正常在第6个孔的时候就需要把贴穿进去啊，不要顶着第7个孔再穿，提前一点点穿进去。现在缝的是第6个孔。还有一个孔，但是我们提前给它穿进去，穿的时候正面朝外，给它穿进来，尖尖的这个地方往下穿，这里有个孔位，穿到它这个位置和盖头是持平的这个地方，停下来，然后再去缝。这一针是第7针，还不需要加这条贴，第8针才开始加。现在是第7，从这一排孔开始数，现在是第8，第8针就需要加这条贴。加这条贴的第1个孔加进来，层数比较多，我们可以先扒开看有没有漏，加到没有？我这是加到了的，直接往前。因为我这边其实有看到这个针经过的地方，这个位置。缝到贴没有了，就继续缝盖头就可以，正常缝盖头，盖头跟后腹，往前缝到这个位置，转上来，往这边转，转到这个地方下去收线。这个位置它就是固定的，因为我们这一排孔固定之后，缝这个上面这一排它也是固定的孔位，这个贴也会固定孔位，正常缝就可以了。全部连接上之后，开始来收线，往下缝，继续。这个位置的话，我们可以把它收线收到下一排，所以多收一针，多重复缝一针。重复缝好之后，把线拉紧，往下一个孔穿，给它穿到内部，把线藏在这个缝隙里，先把它掰弯，掰弯之后呢，下一个孔穿的时候把这个掰开，敲出来，小心一点，不要扎到手。如果觉得这样收太麻烦，也可以直接收到这个地方，直接收到内部。都可以哈，按照自己觉得合适的地方收线就可以，这个就可以了。收线的时候收完了，剪线留3毫米左右，不要留太长。如果咱们不点胶水也不收它，可以留长一点，把它扫进去。如果需要收，就不需要留得太长。
把它扫进去。胶水收线也是用同样的方法，先点胶水，再把它扫进去。从五金包里面拿到这样的六角钉，其他的五金先放起来。工具包里面拿个螺丝刀，螺丝从内往外放，六角钉这样子的，它是六边形的，六角钉从正面往下放，拧上螺丝，先放平再拧。如果1、2圈就不动，说明卡住了，没放平。正常的话可以拧个6、7圈左右。放平之后再去拧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圈到8圈，这个就拧好了。拧好之后，这个可以装上去，也可以晚一点再装，晚一点再装。放起来备用。拿到前片，前片有2个位置需要缝制，一个是这个位置的假线，还有一个位置是这个地方的折角。折角是需要把侧面的边缘藏在内部，底部的这个边缘缝完出来看得到油边。先缝带口位置的线，装饰线，量线量它的4倍，1、2、3、4，断线。我喜欢从右边开始起针，所以从右边起，右边和左边都是可以开始起针的。先从正面往内部穿第一个孔，再从内部穿第2个孔穿出来，2根针同时拉着，双拉线，手拉住第2个孔出来的线，然后右手拉针开进针。沿着这条线缝制到最后收线结束，在倒数第3、第4个孔的时候，单针过去，单针回。这一张材料的话，边缘的位置全部是软的，没有做，里面没有做很硬的定型。包身的这个位置有做很硬的定型，可以明显看到它里面是有材料在的，这样折能看到硬。它是一个定型，专业做的定型在里面，方便咱们的包做成这种方盒的一个形状。单针去，单针回，开始重复缝，就是把前面缝过的加固一下，重复缝一针，然后把正面的线穿到内部去，拉紧，拉的时候把这个手压平在缝线上去拉，这样子线又拉紧了，这里又不会被拉皱。正常的去收线。打火机收线的话，尽量不要超过3毫米留的线头，因为线头留得太长，它就会烧黑。2毫米到3毫米是最合适的，这个位置就可以了。现在来开始缝这个位置啊，量线量这个宽度的2倍，前片宽度的2倍，量2倍。穿好针，开始起针。我们从里面开始往外缝，底部的这个油边需要露出来，侧面的油边需要藏起来，所以我们先要进针的时候进第1个孔，先穿底部，从内往外穿侧面，从内往外，这样子的。这是第1个孔，第2个孔穿侧面，从内往外穿底部，从内往外。第2个孔穿好之后，我们把2根针一起这样手拉，双拉线，把它用手推一下，借一下力，推在一起，然后让它合拢。左手拉线，右手进针缝制。第3个孔没有办法一次性穿，我们就把它先打开再穿。这个手是这样子，用力给它捏住了，往前缝，继续。继续哦。我们现在已经缝到倒数第2个孔了，最后一个孔是不过去的，最后一个孔这个针不要过去，就单针走，单针往前走，往前走之后，已经走到最后一个孔了，没有孔了，我们不要直接回，不直接回，我们要从背面绕一下线。我们这根针现在是在外面，从内部穿最后一个孔，给它绕一下。你看绕一下，它就会有根线在这儿。绕完线之后再往回，它这里就全部有线了。往回缝一针，就是把前面缝过的孔往回再缝一次。缝完之后，下一个孔把正面的针穿进去。这个位置藏在里面就可以啊，不需要再藏起来了，因为它本来就在包包的里面。收好，把另外一边用同样的方法缝制好。2侧都缝制好了，死扣的这一面是正面，然后这样子平滑的是内部。现在开始缝制包身整圈，
它需要缝制在后片的内部，这是正面，这是后片的正面，然后这是它的前面的位置，我们把它这样子缝上去。先需要量线，量这个长度，这个长度的8倍半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倍半到这了。正常穿针，把线捋顺，然后开始缝制。需要注意的点就是，我们缝到这两侧的时候，需要把这个里面的低扣加进来。现在先不要拉出来，等我们加的时候再来拉。现在开始缝制，起针的点在后片的这个记号孔，这个孔比旁边的孔大好多。前片也是有一个记号孔，会比旁边的孔大很多，就是中心孔比较大的那个孔为记号孔。内部朝外，这是包的前片内部，这是包的后片，这是包的前片外部，这是包的后片外部。所有的材料全部是外部朝在外面开始缝，它是整个包的连接位置。我这边还是习惯性从右往左缝，第二个孔穿它左边的孔，这样子我们就从右边往左边缝，这样我们的左手方便拉线。开始往前走，不要挂住了，这个线会比较长，需要全程拉紧线，这个会比较厚。转过来，转到这个位置的时候再加，现在先不用加，我们先转到转角的地方。到了转角这个地方，这个位置会多一层，因为它的底部和侧面的连接点也在这儿，所以我们的孔会有点不好找。找到对应的孔，给它穿进去。继续。按照这个孔的位置比过来，下一个孔就需要缝这个低扣外窄。这一个孔还不需要，我们正常把这个孔缝完。已经缝好了这个孔，下一个孔就需要把这个扣放进来，然后把它对折夹在这个地方，要把它藏起来，藏在里面。这个小耳朵要藏在里面，一定要记得加低扣。拿一个出来就可以了，另外一个等会儿缝到位置来再拿，以免弄丢。先把它放进来。遮盖住的位置是这个低扣有接口的这个位置，往下穿针，把这个对折过来的也要穿进来。如果找不到孔位，就把它打开，看一下下一层的孔在哪。确定找到了孔，然后再继续往前。这3个孔就缝制好了，继续往前。
这个位置转过来，这是盖头的位置。我们的前片对应的孔是中间这2排线中间的这个孔，这个位置对应的是这个第1排孔，这个就已经是后片的这个单缝的位置了。到这个地方的时候，它会一直这样子有点挡住，所以可以去把它扣上。扣上的时候正面朝上，把它穿过来，扣在针眼里，再把它穿在戒指里。穿好之后扣上，它就不会一直翻过来挡住视线。然后沿着这条线一直往下缝，缝到这个位置，这个孔加前片，跟它是完全对应的，跟这一头是完全对应的。现在已经缝到和这条直线平齐这个孔，这个孔已经缝完了。再往下就需要把前片拿过来，看一下这个孔。现在我们缝完的这个孔还只是单缝后片，再下一个孔就需要加包身，所以我们需要先把包身加过来，然后再去进针，拉紧线。继续往下，到这个地方还是以对齐过来的这个孔为准，到这个孔加低扣过来，然后缝到结束的位置收线结束。从这边转过来，转到起针的地方收线，往前加固，往前重叠缝去收线。多缝1针，平时一般是收1针半，这次的话我们收2针。收2针之后，把这个线给它穿到前片去，前片软好收，后片很硬，收不到线的。收到前片之后拉紧，一定要穿层拉紧。拉紧之后，我们现在往下穿，穿的时候给它扒开，稍微斜斜的，因为这个地方稍微有点不好进针。看到针尖了，然后让它戳，戳的时候小心一点啊，不要戳到后片了。因为这个地方被挡住了，所以我们要么就把这个摁下去去进，要么就是侧的也可以，都可以，2个方法都可以。我感觉摁进去好像更方便，摁下去就是把前片摁下去，然后这边再来进，进完一收手，前片其实就恢复了，问题也不大。还是把它摁进去，把这个地方摁进去，我们再把针撬出来，收在这条缝隙里，还是留2毫米到3毫米左右，把这个线扫进去。这就可以了。缝好这个位置之后，现在只剩下肩带的位置需要缝制。先拿到肩带，肩带分正面和反面，看这个侧线，有这条缝的是内部，没有的是正面。拿住它，让它的内部朝上捋，把它捋顺它。捋顺之后，从后片这样穿进来，给它把它穿进来，接着捋。好，是内部的，说明就没有问题，给它穿过来。先把它掰开，从底下往上穿，然后再从上往下穿，把它扣进来，把它调节过来，调节到靠近一点的位置，然后把它拿过来缝这个位置。缝的时候有一张贴给它放进来，放的时候加这个地扣，加这个地扣的用的配套钩扣，先把它往里放，放好之后再夹住它。这个是不分正反面的，哪一面都可以，因为你缝完的话，这个可以转。先量线，量这个长度的接近4倍，1、2、3、4倍左右。开始起针，一定要先把它套进去，再缝这个贴，因为缝好之后它就套不进去了。对应啊，它的宽度是完全一样的。我们是以这条线为标准，就是我们这条线要缝到一点点这个织带。有打火机把这个织带可以收一下，没有的话不用收也可以。看一下，大概是这样子的。过一点点，就是可以缝到一点点织带，这样子的话更牢固一些。拿到之后开始起针，还是从右边的孔开始往左边走。进针之后给它穿出来，2根针同时去双拉线，然后我们左手带住线，右手去缝针，
需要注意的点就是它会有时候会挂住我们的线，需要注意一下这个，不要挂住之后没有注意到，一直往前缝，这个线就会不好收。这个针过去之后往回走，我们把线收在侧面，然后往前。肩带的位置我们加固2针，肩带属于受力点，所以我们多加固1针，再加固1针。加固好之后，把线往下一个孔穿的同时，给它藏起来，藏在侧面，藏在这个缝隙里。另外一头的线用同样的方法，下一个孔穿，给它藏在缝隙里。拉紧线之后再去收，大概留2到3毫米。打火机或者胶水收线都可以，收完再把它扫进来。它是有2层的，因为我一个在这儿，一个在这儿，所以它是你需要扫2下，扫在不同的位置。这就可以了。扣上肩带扣，完成缝制。